表哥临死前告诉我一个劲爆的秘密，表嫂生的孩子竟是自己的。不语，我结婚那晚你跟你表嫂干了啥？你心里没数吗？果果不是你侄女，而是你亲闺女。我现在肺癌晚期，活不了几天了。等我闭了眼，你照顾好他们。表哥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怎么可能跟嫂子发生什么？表哥新婚夜我睡了表嫂，还成功中了种，叫了1年侄女的果果是自己亲闺女，这要是真的，岂不成了超级大畜生？可是婚礼那天自己确实喝断片了，所谓酒后乱来，表嫂又是个可人美艳知己的极品尤物，自己干没干啥我也不知道。不语，表哥说的是真话。金莲，你进来。话音刚落，一个身材火辣、颜值美艳的女人低头红着脸走了进来，她怀里还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娃。张金莲雪白的脸蛋微微泛红，显然知道刘伟胜刚才说了什么。唐不语看着表嫂张金莲，喉咙都有些发干。表嫂脸蛋美，身材俏，是桃源村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，自己也梦见过表嫂好几次，但那毕竟是表嫂，可从没敢动过歪心思。但表哥却说自己已经把表嫂睡了，还是在2人的新婚宴，那画面做梦都不敢想，也太他妈刺激了吧！怪不得表哥得了癌症，娶了这么个漂亮媳妇，竟然让表弟在新婚夜给中了种，长了一头绿草地，能不憋出病来吗？不语，你嫂子美艳贤惠，10里8村就没有男人不惦记她。你说句实话，你惦不惦记？唐不语头皮发麻，这话怎么回答？不语，你不用说，表哥也明白，你也是男人，肯定惦记。哥满足你，以后就让金莲做你娘们，给你洗脚热炕头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。唐不语完全是下意识的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话一出口，唐不语满脸通红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旁边的张金莲也一直红着脸，头都不敢抬。不语，你必须答应我，果果的身世永远只有我们3个知道，在外人甚至果果眼里，她就是我女儿。我想有个后，以后有人给填粉。表哥，你不用说，等我走了，你就把你嫂子娶了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死了也不放过你。刘伟胜话还没说完，就突然抓着自己的喉咙，表情非常痛苦，还用力的喘气。不语，他喘不上气，快给他顺气。不语赶紧上前，还没来得及给刘伟胜顺气，却见刘伟胜突然吐出一口血，然后2腿一蹬，没了动静。表哥，不语伸手在刘伟胜鼻子前探了探，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。没气了。从唐不语的表情，张金莲顿时就明白发生了什么，浑身一软，瘫坐在了地上，双眼空洞。唐不语表情也有些复杂，虽然跟刘伟胜走动少，但毕竟是表兄弟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而且刘伟胜临死前还给他抛出这么大个雷，又没说清楚就走了。不语从小父母双亡，靠着相亲救济吃百家饭长大，偶尔跑身材也或挣点外快，以此为生，日子拮据。今年25了，也还没娶上媳妇，所以人生阅历很少，哪里经历过这种事，现在心乱得很。1个小时后，刘伟胜家的院子里搭起一个简易灵棚。刘伟胜没有父母，所以只有唐不语和几个乡亲帮忙张罗发丧。不语听着果果的哭声，不知怎么胸口也有些发闷。俗话说父女同心，难道果果真是自己闺女？嫂子，果果怎么了？张金莲脸上闪过一丝窘迫。果果他饿了。不语听了这话顿时一愣。果果刚满周岁，还在吃奶，但现在这院里院外的，甚至屋里都是乡亲，这可怎么喂奶？而且那几个年轻小伙子，一个劲地盯着嫂子。张金莲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目光，她忽然咬了咬牙，将唐不语拉到一边。不语，嫂子要喂果果，你帮嫂子挡着点，别被人看了去。唐不语心头一跳，嫂子，那你不怕被我看了？不语，嫂子这不是没办法了吗？说着，他直接解开了笑衣喂果果。唐不语眼睛一热，不由得转过头去。嫂子，咋了？果果咬了我一口，没事儿。原来果果也知道好吃啊。张金莲注意到不语的反应，苍白的俏脸不由浮现一抹红晕，见果果已经不哭了，她连忙把笑衣穿了起来。唐不语看到表嫂合起笑衣，下意识地说道：“嫂子，你就为了这么一笑话，果果能吃饱吗？”张金莲听了这话，玩了他一眼。果果早就吃饱了，我看是你没看饱吧。唐不语听了这话，顿时满脸通红。刘伟胜停灵一夜，天蒙蒙亮时，李大柱招呼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将棺抬到墓地下葬，坟列了起来。刘家灵堂里，刘伟胜遗像已经挂在墙上。唐不语看着呆坐在炕头盯着他出神的张金莲，忍不住道：“嫂子，想什么呢？”不语。张金莲突然就抱住了唐不语，颤抖着痛哭起来。不语浑身一僵一动，也不敢动。嫂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张金莲哭得非常厉害，丈夫死后她出奇的一直没哭，但此刻她终于绷不住了，那哭声里都是对未来的迷茫和害怕。不语，你表哥临走前说让你娶了嫂子，你愿不愿意？张金莲其实是个很保守的女人，但此刻也是豁出去了。刘伟胜死了，她带着个孩子，如果没有个依靠，以后就完了。尤其是孩子，没有爹想想都命苦。她倒是可以再嫁，但无疑嫁给谁都不如嫁给唐不语。不语浑身僵硬，没想到嫂子会突然问这种问题，而且还是这种态度，她更加手足无措了。
表哥才刚走，我这个做小叔子的要是娶了表嫂，传出去得被唾沫淹死。不语下意识的挣扎想摆脱嫂子，毕竟表哥的遗像就在面前，那双眼睛圆溜溜的，就好像在看着他。他和嫂子这么搂搂抱抱的，他怕表哥气得回魂来找他。嫂子，事发突然，我需要时间考虑，但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你们娘俩的。张金莲却不干，他指着墙上刘伟强的照片。不语，我等不及，我要你现在就当着你哥的面，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。嫂子，你可别乱说话，表哥魂还没散呢。不语，只要你愿意娶了嫂子，嫂子对你夫唱妇随，连姿势都听你的，就算你在外面找小的，嫂子都支持你。唐不语听了这话，嗓子都是一阵发干。嫂子，我……张金莲抹了一把眼泪，目光悠悠地看向刘伟胜的遗像。老刘，这是你是答应的，所以别怪我，我以后会让果果以你女儿的身份长大，你就安心去投胎，泉下有知记得保佑我和不语，让我给他多生几个娃娃。我操！嫂子竟然还跟表哥对上话。唐不语下意识地向遗像看去，仿佛就是回应。墙上挂着的遗像突然就歪了，唐不语身上的汗毛顿时就竖起来了。表嫂，表哥好像瞪我呢。不语，你表哥这是答应我了，他会保佑我多给你生几个的。唐不语心里更加感觉瘆得慌。表哥头七还没过就跟嫂子搂搂抱抱，表哥能保佑自己？嫂子，你可别乱说了。不语，我决定了，等你娶了嫂子，咱俩就在这屋圆房，有你表哥保佑，保证一中一个准。唐不语顿时感觉头皮发麻，这还越说越大胆了。嫂子，我先去把表哥遗像摆好。说完不等回应，唐不语就走到遗像前，将遗像整理好，这才转回身来。不语，小心！唐不语还没反应过来，遗像就砸到了他脑袋上，唐不语应声倒地，晕了过去。表哥这肯定是报复我呢。表哥临死前告诉我一个劲爆的秘密，表嫂生的孩子竟是自己的。小弟弟，醒醒，你快醒醒嘛！活了20年，第一次见到身材这么劲爆的女人。美女，你是女妖精吗？我把你的魂都要勾出来了，你说我是不是女妖精呢？我是藏在相框里的女妖精，被你的血脉唤醒，所以你要小心了。我不光要勾你的魂，还要吸你的髓，你愿不愿意呢？说着，美女竟舔了舔红唇，妖娆的向唐不语贴了过来。唐不语呼吸都要停止了，急忙往后退。小弟弟，悄悄把你吓的，姐姐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我是要送你一场机缘，接住。小弟弟，这灵力乃是万物之源，能让你强健体魄，成为武学高手，还能医治疾病，甚至是催生万物。你要好好休息，别让人家失望哟。唐不语只觉得一股玄之又玄的明雾冲入脑海，渐渐失去了意识。等唐不语再次睁眼，他已经躺在炕上，还是刘家的卧室，哪有什么女妖精？原来那只是一场梦。唐不语看着自己的手，忍不住攥了攥拳头，随着他逐渐用力，一缕淡淡金色光芒凝聚在拳头上，充满爆发力。我操！那既然不是梦，我真的得到了一场机缘。张金莲，还钱的最后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要是还不起钱，这房子就归我了。军哥，我丈夫才刚死，哪有钱给你？而且还债日期还差2天呢。少他妈废话，再过2天你还是还不上。俗话说夫在妻肠，老子现在就带你走，拿你这一身肉来还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伺候好我，让我白玩几年，再就给你免了。呀！臭流氓，你松开我，我不跟你走。赵大军，你他妈给我住手！哼！唐不语，老子来讨债，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。赵大军，你找死！自己轻轻一踹，竟然把赵大军踹飞了，这难道就是灵力的力量？太强了！嫂子你别怕，有我在，谁都别想动你。不语，幸好有你在，不然嫂子就完了。唐不语，你他妈的找死，竟敢踹老子！哼！赵大军，你敢对我嫂子动手动脚，我踹你都是轻的。赵大军恨恨地看着唐不语，本想逼张金莲就范，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赵大军恨不得弄死唐不语，但他没轻举妄动。他练过几年武，但唐不语刚才那一脚力道极大，他若是和唐不语起了冲突，未必能讨到好处。张金莲欠我5万块钱，把房子都抵押给我了，现在还钱天经地义，要么给房子，要么给人，这事闹到治安队老子都不怕。5万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我就不信唐不语会把这种麻烦事往自己身上揽。张金莲脸色一白，下意识抓住了唐不语的衣角。不语，嫂子绝不会用身子抵债，还钱期限只剩2天，这钱还不上，大不了把房子给他。唐不语也是眉头一皱，这间破草屋不值钱，但是宅基地价值7、8万，赵大军愿意借给表嫂钱，肯定是为了把宅基地弄到手。赵大军，这钱我替我嫂子还。赵大军先是一愣，随后不屑道：唐不语，你家穷的要死，这5万块钱你卖3年生活才能凑够，你拿什么替张金莲还钱？
凑不凑得上是我们的事儿，但还有2天才是最后期限，时间没到，你收不了房子。赵大军咬了咬牙，他不想答应，但万一动起手来再被打一顿又犯不上。不如等2天后光明正大的过来收房子，反正舅舅是村首，唐不语赖不了账，我就不信了。唐不语这个穷光蛋，短短2天时间能凑够5万块钱。等收了房子，有的是办法让张金莲从了自己，到时候宅基地和张金莲都是我的。行，我给你2天，到时你们再拿不出钱来，我不光收了这房子，还会带走张金莲。不语，大不了把房子给赵大军，这钱嫂子不能让你还。嫂子，要是把房子给了赵大军，你跟果果住哪？张金莲脸一红，低声道：“你娶了嫂子，嫂子和果果住你家不就行了？”表嫂这么美也很心动，但这可是嫂子，可不能乱来。但想到表哥临死前说的话，唐不语不由一阵沉默。太匪夷所思了，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可能。自己虽然也喜欢美女，甚至梦到过嫂子，但我可不是禽兽。嫂子，表哥走之前说你俩结婚那天，咱俩那啥了，是真的吗？张金莲脸更红了。不语，是真的。唐不语浑身一震，不由得有些激动。这怎么可能？我那天是喝多了，但就算我想干啥，那也得你同意啊。这要是真的，那嫂子你咋不反抗呢？不语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会不反抗？那你反抗，怎么还能是真的？张金莲被这敏锐的问题给问得体无完肤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但最后她强忍着落荒而逃的冲动，鼓足了劲，才勉强发出声音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卧室床上蒙着盖头，你进来后就关了灯，醉醺醺的就把我……唐不语看着面前满脸通红羞臊的嫂子，再一想象那画面，浑身都燥热的直冒汗。张金莲俏脸红得快要滴血。不语，我和你表哥是相亲认识的，结婚前都没怎么接触过，我以为是你表哥，我就没反抗，你表哥又醉在了次卧，我到第2天早晨才知道是你。张金莲说完这番话，再也忍不住，羞得直接转过身。唐不语闻言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……唐不语手足无措，浑身热燥，心脏乱跳，血都冲进了脑子，只觉又羞愧又刺激。难道在表哥大婚当天，我真的干出了如此禽兽不如的事？嫂子，你和表哥真没有骗我，这也太离谱了。哪有人会造谣抹黑自己？你当嫂子是不知廉耻的女人吗？唐不语不得不承认，嫂子说的话语有道理。就在这时，张金莲竟突然撸起袖子，露出一条白嫩莲藕般的手臂。再仔细看，就见白嫩的皮肤上竟布满了一道道青紫色的狰狞伤痕，而且这些伤痕深浅不一，有新有旧。唐不语很是吃惊。嫂子，你这伤是怎么回事？张金莲40倍触痛，竟落下委屈的眼泪。都是你表哥打的，就因为新婚夜的事，他说我不干净，从来不跟我同房，却动不动就打我。张金莲眼神痛苦。我曾想过离婚，净身出户去找你，可你表哥觉得丢脸，不同意离婚，但又无法释怀。我跟他这2年就没过一天安稳日子，他经常喝得烂醉，然后打骂我。唐不语听得心都颤抖了，浓烈的愧疚生气，嫂子竟因为他长期遭受家暴，他想安慰张金莲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挨打的日子一直到你表哥确诊肺癌才停止。为了给你表哥看病，我走投无路才把房子抵押给赵大军，之后就更没法离婚了。不语，嫂子是干净的，就被你一个人碰过，你表哥都没碰过。后来他也想过，但那时我已经被他打出怨气，宁可挨打也没让。不语，你就听你表哥的，娶了嫂子行吗？看着楚楚动人的嫂子，唐不语本能就想答应，但他顿住了。对于新婚夜的事，他还是持怀疑态度。没别的，就因为他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就算喝断片了，也不至于这样。而且他甚至怀疑，这极有可能是表哥怕自己走了以后没人照顾表嫂和果果，跟表嫂串通起来骗他的。嫂子，我突然多出来个女儿，要不我带果果做个亲子鉴定？唐不语，果果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能用这种事儿骗你吗？你要是不想管我们娘俩就走吧，用不着这么羞辱我。说着，他边哭边把唐不语推了出去。嫂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张金莲没开门，似乎真的伤心了。唐不语有些懊恼，只好转身离开。出了院子，唐不语还有些不甘心，掏出手机下意识搜索亲子鉴定。什么垃圾规定？做亲子鉴定还要父母双方签字？张金莲刚才那激动样，肯定不同意做亲子鉴定，得另想办法弄清楚真相，否则可不能跟嫂子乱来，更不能乱认女儿。如果果果真是自己女儿，表嫂就是给自己生过孩子的女人，不管别人怎么想都会负起责任娶了表嫂，不让他们娘俩过苦日子。如果果果不是我的女儿，我就帮嫂子把钱还上，也算尽了亲戚的情分。唐不语再三向嫂子确认果果是否是自己的亲闺女，却惹得嫂子生气，将不语赶了出来。为了了解事情真相，唐不语来到好兄弟王二胖家。我记得婚礼那天是王二胖扶着自己离开酒桌的，王二胖极有可能知道真相。凑钱的时间虽然紧迫，但我有灵力在身，不急着一时半会儿，必须先弄清楚表哥新婚夜的真相才行。王二胖，我是你老婆，你却让我跟唐不语生孩子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
二胖竟然让秋萍跟我生孩子，他疯了不成？媳妇儿，求求你跟我兄弟生个孩子吧，他身体好，肯定能让你生个大胖小子。好，王二胖你有种，那我就如你的愿，我现在就去钻唐不语被窝，跟他生个大胖小子。秋萍要是出来了，岂不是要跟自己撞上了？太尴尬了，得赶紧走。唐不语怎么来了？刚才的话他是不是都听见了？不语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唐不语下意识否认。秋萍弟妹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这话一出，顿时有一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。沈秋萍的脸微微发红。这家伙肯定都听见了。不语哥，你咋来了？唐不语这才回过神来。本是来找二胖问表哥新婚夜的真相，但现在情况尴尬，还是快点离开，免得这两口子吵架把火烧到自己身上。没啥事儿，二胖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找你。不语哥，你等等。来都来了还走啥？跟我进屋喝2杯。沈秋萍瞪了王二胖一眼，转身去了后面的菜园子。唐不语看着桌子上的酒，有点坐立不安。二胖刚才说让秋萍弟妹跟自己生孩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家伙把我留下来干啥？不会想把我灌醉了好跟秋萍弟妹办事吧？不语哥，咱们兄弟今天不醉不归。唐不语喝也不是，不喝也不是。二胖，我刚才看弟妹脸色不太好，你去看看她，我改天再来。不语哥，我知道你肯定听见我跟秋萍刚才的话了，这事儿你觉得怎么样？二胖，你跟你媳妇吵架归吵架，说什么气话？我要是秋萍，早就给你2巴掌了。不语哥，我不是说气话，我真想让你跟我媳妇儿生个孩子。二胖，秋萍是你媳妇儿，是我弟妹。俗话说兄弟妻不可欺，你让我跟她生孩子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柱哥，你以为我想让你是我媳妇儿？我心里苦啊。去年我出过一次车祸，把家伙事儿切了，连夫妻生活都过不了。要是没有孩子拴住秋萍，她跟别人跑了怎么办？唐不语闻言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二胖那次车祸有印象，没想到竟然让二胖变成了太监。身为男人，能理解王二胖的感受。媳妇那么好看就不能享用，还要担心她耐不住寂寞，那滋味肯定不好受。但是理解归理解，但是二胖让我跟秋萍弟妹生孩子，这可没法答应。二胖，秋萍弟妹是个好女人，不会红杏出墙。王二胖却摇了摇头。我不能跟她睡觉，她能守得住1年2年，能守得住后半辈子吗？没有孩子拴着她，我不放心。不行，我不能睡我兄弟媳妇儿，这忙你爱找谁找谁去，别找我。柱哥，正因为你是我兄弟，我才找你帮忙。秋萍长得美，村里男人见了都走不动步。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与其便宜了别人，还不如便宜兄弟。你要是拿我当兄弟，就帮帮我，跟秋萍生个孩子。唐不语瞳孔一缩，一时间竟然觉得王二胖说的有几分道理。秋萍长得那么好看，便宜了别人不如。不对，差点就被二胖带偏了。我现在连果果的身世都没有弄清楚，怎么能跟秋萍生孩子？二胖，这事儿先放一放，我有个事要问你。你说，2年前我表哥新婚夜，我喝醉以后干啥了？王二胖听了这话，脸上闪过一丝古怪。你问这干啥？唐不语跟王二胖是多年兄弟，一眼就看出他不对劲。那天我和我嫂子金莲到底发生啥事了？你快告诉我。柱哥，那天的确出了点事儿，我可以跟你说，但是你得跟秋萍生个孩子，只要秋萍一怀孕，我马上告诉你。唐不语顿时急了。二胖，你竟然拿这事威胁我，有你这么对兄弟的吗？柱哥，我知道这么做不地道，但是这个忙只有你能帮我，反正你不答应，我啥也不会说。唐不语气得不行。我看你是想孩子想疯了，这话都说得出口。自己的确很想知道到底睡没睡表嫂，但不能因为这个就答应二胖跟秋萍生孩子。王二胖酒劲而上头，眼神都有些迷惑。柱哥，我也不想这么做，可是我跟你弟妹没有孩子，将来老了谁伺候？将来我俩死了以后没人上坟，只能做孤魂野鬼了。唐不语听他这么说，心里也有点难受。二胖，你别说了。柱哥，求你跟你秋萍生个孩子吧，只要你答应，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。唐不语长叹一口气，还想再劝，发现王二胖已经醉过去了，躺在炕上打起了呼噜。这时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响起，唐不语回头一看，只见沈秋萍端着一盆水走了进来。看着秋萍弟妹忙碌的动作，唐不语心里有些羡慕。秋萍弟妹虽然脾气火爆了点，但是漂亮又贤惠，可惜二胖不能跟秋萍睡觉，她后半辈子都要守活寡。这时沈秋萍给王二胖擦完脸，转过身来发现唐不语正看着自己。唐不语，你跟我出来一趟。弟妹，你叫我过来干啥？唐不语，二胖说的都是混账话，你要敢胡思乱想，我就跟你拼命。秋萍这火爆脾气，一般人还真惹不起。弟妹，二胖是我兄弟，我哪能答应他那种混账事儿？沈秋萍听了这话，脸色这才缓和了一点。二胖是个死心眼儿，他以后再跟你提起要孩子的事儿，你也不准答应。唐不语闻言，也很是羡慕王二胖。秋萍弟妹虽然脾气冲了点，但是对二胖真是一心一意，哪怕王二胖不能跟她上炕睡觉，她都不嫌弃。这么好的女人太难得。
秋萍，我答不答应二胖不重要，你们两口子的事儿还得让你们自己好好商量。沈秋萍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，见唐不语真的没有答应王二胖的意思，也知道他刚才语气不好。不语哥，今天让你见笑了，改天我做2个好菜，让二胖跟你好好喝一顿。唐不语嘴角一抽，我可不敢跟二胖喝酒了，那小子喝多了肯定还得让自己跟秋萍生孩子，我可应付不来。喝酒的事儿改天再说，弟妹，你照顾好二胖，我先回去了。说完，唐不语转身离开了王二胖家。等二胖酒醒了，再和二胖好好说说，一定要问出表哥新婚夜的真相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表嫂今年的债还上，表嫂欠了赵大军5万块钱，后天就是最后期限，如果还不上钱，表嫂的房子就要被赵大军收走，得尽快把钱凑出来。唐不语为了搞清楚果果是不是自己的亲闺女，来到二胖家了解情况，不料刚到门口竟听到二胖要让秋萍和自己生孩子，吓得唐不语连果果的事情都不敢问，直接撒丫子跑路。果果的事情现在只能先放一放，表嫂欠赵大军5万块钱，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，如果还不上钱，表嫂的房子就要被收走，家里的3亩地也只够自己吃的，想挣钱只能去采山货。女妖精的传承里有一种能够催生万物的术法，镇上高档饭店的招牌菜就是松茸，可惜深山里野猪横行，山上的松茸来不及长大就被野猪拱了，就算冒险去捡也凑不够一盘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先采一些松茸包子回来催生试试，要是能催生成功，钱就不愁了。这该死的畜生把我的松茸都祸害了，得想办法引开野猪。全都坏了，根本没有采摘的价值。随后唐不语继续仔细寻找了起来，挑拣捡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捡了满满1竹篓黄豆粒大小的松茸包子。2天后就是还债的最后期限，得赶快回家催生。说着，唐不语拎着竹篓朝山下走去，刚走到半山腰的树林里，忽然听见一阵微弱的水声，扭头一看，只见一旁草丛里正蹲着一个女人。这场面刺激！就在唐不语看得入迷时，树后面忽然传来一阵野猪拱地的声音。这是把腚当成了大松茸了。女人眼下的大脑一片空白，蹲在地上忘了反应，一动不动。刹那间，野猪已经来到女人身后，直挺挺地顶了上去。女人性感的身子被拱得撅着趴在地上，小脸吓得一片煞白。这不是村里的俏寡妇胡丽丽吗？胡丽丽是10里8村有名的大长腿，她今年27了，但身材性感，脸蛋娇媚，还像个20出头的小姑娘。这么个大美女，要是被野猪撞死，太可惜了。自己虽然身负灵力，但也不知道能不能打退这头野猪。此时，胡丽丽吓得嘴唇都白了，浑身直哆嗦，一动也不敢动。野猪小山一般的身体猛地向前扑去，长长的獠牙朝胡丽丽的白松茸狠狠撞去。人命关天，唐不语来不及犹豫，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用尽全力朝野猪身上狠狠砸了过去。淡金色的灵气包裹着石头，直直砸到野猪肥大结实的肚子。野猪庞大的躯体一震，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嚎叫声，身上多了一块碗大的伤口，血滴滴答答的流淌下来。看向唐不语的绿豆眼中满是畏惧，转身一股脑的朝另一个方向跑。唐不语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没想到隔这么远都能把皮糙肉厚的野猪打出个窟窿，看来有灵力护身，以后上山采松茸就不怕野猪了。唐不语松了一口气，急忙走到胡丽丽身边。胡丽丽好像被吓得丢了魂，还维持着撅着的姿势，跪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这姿势很难不多想。丽丽姐，你没事吧？丽丽姐，小心！此时，胡丽丽趴在唐不语身上，唐不语的气息让她微微红着脸。她老公死了1年多了，这么长时间没跟男人接触，她的小脸都烧了起来。好软，好舒服。不语，我的腚好疼，起不来了。唐不语小心翼翼地把胡丽丽往自己身上扶了起来，但是胡丽丽还是疼得不行。不语，你轻点，姐要被你弄得疼死了。丽丽姐，你连动都动不了，可能被野猪撞伤了尾椎骨。这可咋办？尾椎骨受伤只能去镇上医院治疗，我动不了，怎么去医院？丽丽姐，我会点医术，要不我帮你看看。唐不语要看尾椎骨，肯定要脱裤子，那种私密的地方只有死去的老公看过，怎么能给唐不语看？胡丽丽一时拿不准唐不语是真心帮她看病，还是想占便宜。不语，你啥时候会医术了？丽丽姐，我上高中时跟一个老中医学过2年，你要是不信，我就去山下找人把你抬回去，再送你去医院。不行，山上只有我跟唐不语2个人，自己又动不了，可不敢让唐不语走，万一这小子不回来了呢？胡丽丽咬了咬嘴唇，破罐子破摔道：那你给我看看，不过你小子不准占我便宜，否则我告诉我婆婆。丽丽姐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真白啊！见唐不语半天没说话。不语，姐的尾椎骨是不是断了？唐不语回过神来，没断，只是受伤了，我帮你按一下就好。胡丽丽闻言，心顿时一慌，不等她拒绝，
唐不语的食指按在他的尾椎骨上，一缕灵力穿透皮肤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将伤的尾椎骨治好了。好舒服。胡丽丽趴在地上看着唐不语，娇媚的双眼好像含了一汪水。老公去年喝酒喝死了，自己1年多没有男人了，被唐不语这么一按，心都痒痒了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小子这么壮呢？丽丽姐，你尾椎骨好了，但是屁股被野猪撞青了，要不我帮你揉揉？哼，你个臭小子，还说不占我便宜，小心我婆婆追着你打。胡丽丽娇媚的笑了，站起身来发现尾椎骨果然不疼了。这就好了，没想到你还真有2下子。我医术好着呢，你要是想疏散屁股的淤青，记得找我。哼，不语，我采了一筐野果去镇上卖，但是现在使不上劲儿，你能不能帮姐拿回去？唐不语一看，只见不远处有一竹筐红艳艳的野果。丽丽姐，我送你回家。胡丽丽眼珠子一转，不语，姐使不上劲儿，你能不能扶姐回村子？扶着丽丽姐回村，2个人岂不是要挨在一起？自己愿意扶着丽丽姐回村，可一个小伙子和俏寡妇扶在一起，被人看见了说闲话怎么办？在深山老林里干啥都行，但是回村里人多眼杂，自己不得不注意。丽丽姐，这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时候太阳大，没人会在外面乱逛，反正姐走不动了，你要是不愿意，就把姐扔在这吧。要是再遇上野猪，被野猪咬死了，算我命不好。唐不语哪能把胡丽丽独自扔在山里，只好答应。丽丽姐，你别这么说，我扶着你就是。胡丽丽这才满意。不语，马上吃晚饭了，你跟姐进屋，姐给你做顿好的，感谢你今天的救命之恩。唐不语看着胡丽丽娇媚的脸蛋，也有些不想走。胡丽丽家的饭肯定好吃，可是后天就是还钱的日子，我得抓紧时间把松茸催生出来，明天还要去镇上卖松茸，不能在胡丽丽家多留。丽丽姐，你不用忙，我家里还有事儿。胡丽丽也有些遗憾，但是没有阻拦。那你先回去，姐下次再叫你过来。姐，那你别忘了叫我。傻小子，姐还能差你一顿饭。唐不语刚要走，忽然看见院子里的自行车。丽丽姐，我这2天要去镇上办事，你这自行车借我骑2天，我顺便帮你把野果卖了。行，你把车推走吧。谢了，我把野果卖了再过来给你送钱。为了帮嫂子还债，唐不语决定上山去采药卖钱。采到满满一篮松茸包子的唐不语，急忙回到家里，开始按照女妖精传授的催生之法催生。第一次催生就催生出了足足4斤重的极品松茸。老板办公室应该在楼上，干脆直接去找饭店老板。顾明月，你长得这么亮，还是个女老板，平时清高暗地里穿黑丝，老子早就想玩你了。周凯，你敢动我，我跟你不死不休。小贱货，给老子过来！当老板的女人也会被强迫。哈哈哈，挺白啊，来让老子摸摸。混蛋，放开！住手！这个大美女竟然是明月饭庄的老板。他妈的乡巴佬，老子可是镇上最大的蔬菜供货商，一根手指头就能弄死你，赶紧给老子滚出去，否则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，就你这副尊容还想欺负美女老板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臭小子，你找死是不是？周凯，你赶紧滚出去，否则我马上报警。周凯沉着脸看着顾明月，忽然猥琐的笑了起来，从兜里掏出一张黄卡拍到桌子上。顾明月，我在酒店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来，我就不给你松茸。别忘了，你今天晚上要给贵客办松茸宴，要是放客人的鸽子，明月饭店的招牌可就砸了。今天晚上老子一定把你弄得嗷嗷叫。说完，周凯冷冷扫了唐不语一眼，转身就走了。办公室里只剩下唐不语和顾明月2个人。唐不语暗暗地打量着顾明月的办公室，宽大的实木办公桌，长长的真皮沙发，里面甚至还有一个休息室。不愧是高档饭店的大老板，这间办公室比我家房子都大。好白，好嫩，不知道顾老板的皮肤手感怎么样？看够没？嗨，不好意思。10分钟后，顾明月换了身衣服出来了。哦，不愧是大酒店的女老板，这身材，这气质，简直是绝了。以后的老婆要是能像顾明月这样漂亮有气场就好了。顾明月看着唐不语呆愣的样子，美眸一愣，从钱包里拿出一沓钞票放在茶几上。这1万块你拿着，谢谢你救了我。顾老板，我唐不语虽然是个农民，但也不会挟恩图报。那个姓周的用松茸威胁你，我有极品松茸，你收不收？说着，唐不语打开竹篓，松茸的鲜香瞬间飘散在整个办公室中。顾明月顿时不淡定了，急忙上前朝竹篓看去。真的是极品松茸。顾老板，这些极品松茸品质绝对上乘，你收吗？收。顾明月冰冷的脸色稍缓，
眼下最大的困难就这么解决了。周凯的极品松茸我出4000块1斤，你的松茸品质更好，我愿意用5000块1斤的价格收购，这个价格你满意吗？5000块1斤，比预想的价格高了1000块，满意。顾老板果然识货。接着顾明月拿出电子秤，干脆利落的给松茸过秤，顺便把唐不语帮胡丽丽卖的野果也称了。4斤极品松茸2万块，野果我给你双倍价格，100块1筐，这是20100块，你收好。顾老板，你收人工种植的极品松茸吗？顾明月脸上的笑容凝固。唐先生，如果你缺钱，我可以给你，就当今天你帮了我得回报，但是你没必要吹嘘自己。顾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骗你？松茸的生长条件非常苛刻，极品松茸更是可遇不可求，不可能人工种植。顾明月没有明说，但是心里已经认定唐不语在说大话。他一身农民打扮，这些松茸应该是他运气得来的，想培育极品松茸简直是睁眼说瞎话。唐不语感受到轻蔑，不由起了好胜心。别人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，既然你不相信我，不如我们打个赌。打赌？没错，我今晚回去种植松茸，如果我明天能给你送来新鲜的极品松茸，算我赢，反之算我输。顾明月绝美的脸彻底冷了下来。一晚上种植出极品松茸，唐不语果然是在说大话。好，我跟你赌。唐不语看着顾明月红润的娇唇，今天就让这高冷傲慢的女人付出点代价。打赌就要有彩头，如果我输了，你刚才给我的2万块我双倍奉还，但如果我赢了，你就亲我一口，敢不敢？你无理！顾明月气得俏脸涨红，呛怒起来，对唐不语的印象恶劣到了极致。原以为唐不语是个好人，没想到他跟周凯是一路货色，也是个无耻之徒。顾老板，难道你怕输？顾明月冷着脸就要让唐不语滚，但话到嘴边却突然改变了主意。唐不语跟自己赌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事，有何不敢？定让唐不语吃个教训。赌就赌，我看你怎么输。一言为定，明天就把松茸送过来，让顾明月再也不敢小瞧我。我要去安排松茸宴，你明天直接来办公室找我，慢走不送。明天见。明天就把极品松茸拿来，看顾明月怎么说。顾明月的香吻我要定了。卖掉极品松茸并找到销售渠道后，唐不语就急忙回到村里。刚到村口就听到自己几年没见的青梅回村当指导员了。想到几年没见青梅，加上要找青梅了解松茸的习性，当即决定去村部找青梅。那丫头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，每次玩过家家时，我扮演新郎，赵雨霏都扮演新娘。那时候赵雨霏单纯的不得了，竟然以为牵手就能怀孕，还闹了不少笑话。不知道这么多年没见，她现在出落成什么模样。小宝贝，你爽不爽？呜呜呜，好痛，你滚开啊！这里的确是农业技术员办公室，没走错呀。办公室里的声音逐渐激烈起来，那个女人的声音似乎很痛苦。今天怎么竟遇上这种事了？唐不语真想转头就走，但却没动，因为里面的人是赵雨霏，不光是青梅竹马，而且还要找赵雨霏问松茸的习性。要是赵雨霏出事儿了，找谁问去？想到这，唐不语直接推门而入。没想到几年不见，这丫头竟然出落得这么漂亮。到屋子里除赵雨霏之外，根本没有男人。那刚才的声音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好痛！雨霏，没摔着吧？不语哥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我刚才听见了男人的声音，以为你被就进来了。雨霏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在看电视剧。说着就要把笔记本电脑合上，然而他惊慌之下不小心按到了播放键。小宝贝，你叫吧，你叫的越大声我越兴奋。不要，你这个禽兽不要碰我。赵雨霏看的哪里是什么电视剧，分明是爱情动作片，还是强制的那种。没想到雨霏这丫头竟然是个奶黄包，外表白嫩单纯，里面的馅儿却是黄的。赵雨霏感受到唐不语的目光，整个人都像被火烧起来一般，脸脖子跟耳都红了，手忙脚乱之下，终于把电脑强制关机。不语哥，这是我朋友给我发的，不是我自己要看的。不语哥，你可得替我保密，否则我没脸见人了。你想让我保密，那你得答应我个事。不语哥，你想干嘛？你可不能打我主意。小电影里某些剧情，我肯定不会让它发生。小电影赵雨霏没少看，你这小脑袋瓜里都想什么呢？我找你有正事儿。雨霏，我打算人工种植松茸，但是不知道松茸的习性，你帮我找找资料。松茸，不语哥，你可别冲动。松茸虽然值钱，但是对生长条件要求特别高，人工种植不了。山上有很多松茸包子，被野猪啃了可惜了。我只是试试，做不成也没关系。那好吧，不过我找资料需要时间，你后天再过来。谢谢你雨霏，过2天我再找你拿资料，你继续看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不语哥怎么这么坏？明月饭中的招牌虽然是松茸，
但是小镇消费水平低，能吃得起5000一斤极品松茸的人不多。顾明月真正需要的是普通松茸，必须催生一些高品质的普通松茸带给顾明月，才能真正跟他达成长期合作。想到这，唐不语催动灵力，把剩下的包子全部催生。1个多小时后，整个屋子都飘满了松茸的清香，桌子上摆满了松茸。普通松茸不知道顾明月能出多少，如果这些松茸不能凑够5万块，我就跟顾明月谈谈定金的事儿，一定要把嫂子欠的钱还上。马上到吃晚饭的时间了，松茸营养价值高，不如拿去给表嫂补补身子。表嫂跟表哥结婚2年多，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，还遭受着表哥毒打，身子骨弱。表嫂现在再不如切，没有营养奶水不好，更何况果果可能是自己的女儿，可不能饿着。想到这里，唐不语用竹篓装了1斤左右松茸，朝张金莲家里走去。表嫂，你怎么哭了？不语，我没有奶水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张金莲美眸中满是红血丝，眼下也是青黑一片，显然昨晚一夜没睡。看着表嫂憔悴的面容，唐不语心里升起一抹怜惜。女人的身体容易受情绪影响，表嫂还在哺乳期，身体更脆弱，明天就是还债的日子，钱还没有凑够，表嫂心里肯定很着急。她一着急上火，可不就没有奶水了吗？嫂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不语，这钱哪来的？我今天早上去了一趟镇上，自己挣的。嫂子，明天我再去镇上一次，回来就把钱还上，你别着急。张金莲听到这话反而担心不已，眼眶都红了。不语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儿，否则嫂子就算抱着果果去要饭，也不能拿你的钱。嫂子，你别担心，这些钱是我卖松茸挣的。张金莲闻言也顾不上哭了。山上的松茸不是都被野猪拱了吗？你在哪采的松茸？唐不语怕张金莲不信，急忙把带来的松茸从袋子里拿了出来。嫂子，我有特殊的培育方法，能把松茸包子培育成熟拿去换钱。你看，这就是我培育的松茸。看着清香扑鼻的松茸，张金莲有些不可置信。真的是松茸？不语，你太厉害了，从来没听说过谁能把松茸人工种植出来，不语太有本事了。嫂子，松茸营养价值高，还有下奶的功效，我给你炖个松茸汤，你喝了就有奶水了。说着，唐不语拿着松茸朝厨房走去。不语，听说镇上的松茸汤300-400一碗，嫂子哪能喝得起这么贵的东西？嫂子，好东西就是用来吃的，不用给我省。你要是没有奶水，饿到果果怎么办？表嫂，你快喝，喝了马上就能来奶水。张金莲闻言也没办法反驳，她看着唐不语忙碌的身影，心湖泛起了丝丝涟漪。不语一天竟然挣了2万，还能培育出松茸，这样的本事，别说在青山镇，就算在整个县城，那都是独一份。想到这里，张金莲看着唐不语的眼神更加灼热。刘伟胜刚死时，只想给自己跟果果找条活路，可没想到唐不语不但帮忙揽下了债务，还有挣钱的本事。这么好的男人，一定要把握住。嫂子，你多喝点汤，喝了就有奶水了。张金莲喝了一口汤，她的眼睛顿时亮了。真好喝，嫂子感觉浑身都暖洋洋的。经过灵力催生的松茸功效比普通的野生松茸强很多。唐不语下意识低头看去，只见表嫂身前的衣服阴了一小片。表嫂的奶量真足啊，真是太难为情了。不语，将来咱俩结婚，嫂子给你生个儿子，保准也养得饱。唐不语听了这话，脑袋里都出画面了。要是跟表嫂要个孩子，生活不要太美好啊。张金莲顿时一慌，急忙走到炕边，把果果抱了起来。乖，不哭了。唐不语见状，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也散了，也不敢在表嫂家多留。嫂子，我先回家了。说完，唐不语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。安抚好嫂子后，唐不语一大早就带着催熟好的松茸赶到明月山庄。进来。顾老板，我来兑现赌约。顾明月闻言，秀眉一皱。李先生，我不想为难你，如果你现在反悔，我可以。顾明月，没想到松茸宴竟然被你办成了，看来之前卖给你的极品松茸，你手上还有不少存货。老子早晚要让你跪在面前求饶谢妹。周凯，你把嘴放干净一点。顾明月，老子最喜欢你这副高傲劲儿。青山镇只有我有松茸，惹我不高兴，我就把松茸供给你对家，看你的饭店怎么开下去。青山镇只有2个高档饭店，一个是明月饭庄，另一个是鹏飞大酒店。鹏飞大酒店背靠青山镇首富王家，财大气粗，一直挤兑明月饭庄。要不是明月饭庄有松茸这个招牌，早就被鹏飞大酒店压制到破产了。如果周凯把松茸给鹏飞大酒店，明月饭庄失去优势，恐怕很快就会倒闭。周凯，鹏飞酒店可不会给这么高的价格，你可要想好，明月饭店如果真的倒了，你会损失多少钱？只要能得到你，我都不在乎。你今天不跟我走，我马上就跟鹏飞合作。
走，我现在就带你体会人间极乐。说着，周凯大步走上前，伸手就要拉顾明月的手臂。又是你这个臭小子，老子还没找你算账，你还敢坏我好事？姓周的，你3番5次威胁顾老板，不就是仗着自己有松茸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明月饭中的松茸由我提供。啊！哼，臭小子，小心风大闪了舌头，整个青山镇只有我有松茸，你算哪根葱？哼！唐不语拿起地上的竹筐，当着周凯的面打开盖子，极品松茸浓郁的香气瞬间飘散在整个办公室。我操！他竟然又送来这么多松茸！周凯看着满满一竹篓松茸，油腻的脸逐渐扭曲。好啊，顾明月，怪不得你不愿意跟我，原来你已经找到了新的供应商，早就想把老子一脚踢开了是吧？你还故意找了小白脸来糊弄我，你以为老子会相信？一定是顾明月找到了新的松茸供应商，拿唐不语当挡箭牌。周凯，现在我们终止合作，你马上滚出去，否则我叫人把你扔出去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到多少松茸，明天我就把极品松茸送到鹏飞大饭店。顾明月，我等着你来求我。哼，就你这副模样还想欺负美女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将来谁求谁还不一定呢。臭小子，你3番5次坏我好事，我不会放过你，咱们走着瞧。顾明月看着竹篓里的松茸，冰冷的脸上第一次出现歉意。唐先生，没想到你真的能种植出松茸，昨天是我不对。明月饭庄每个月需要10斤极品松茸和500斤普通松茸，极品松茸5000一斤，普通松茸500一斤，你能确保供货吗？顾明月的需求竟然这么大，10斤极品松茸价值5万，500斤普通松茸价值25万。如果能保证供货，1个月就能挣30万，1年就是360万，我马上就要成为100万富翁了。我能供货，以后还能供应更多。顾老板，我回去后要准备场地，最快半个月就能给你送货。李先生，我手上还有存货，半个月时间足够了。说完，顾明月干脆利落地称好松茸，3斤极品松茸15000块，20斤普通松茸1万块，这是10万块，多出来的是定金。顾老板，这定金是不是太多了？我们以后要长期合作，我相信我的合作伙伴。有了这些钱，表嫂的债就还上了。唐不语本想赶紧回去帮表嫂把钱还上，但是就这么走了又有些不甘心。顾老板，昨天的赌约。顾明月闻言，娇唇紧紧抿了起来。顾明月这么个冰冷美人大老板，让他亲一口确实有些为难的，况且以后还要长期合作，死咬不放也不太好。顾老板，那个赌约就算了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顾老板，还有什么事？我顾明月答应过的事情，绝不会反悔。说着就朝唐不语走去，高跟鞋发出哒哒的脆响，每一声都好像踩在唐不语心尖上。顾明月真要履行赌约？顾老板的嘴唇真软，像果冻。顾明月极力维持着平静的神色，但微红的脸蛋却出卖了他。顾老板娇羞的样子也太好看了。李先生，赌约我已经兑现，一会儿我还有事，不招待你了。顾明月这是害羞了，下逐客令呢。现在也快到周5了，得尽快回村里把表嫂的债还上。顾老板，加个微信吧，等我准备好场地叫你来参观。不送。顾老板放心，不管你需求多大，我都能满足。本以为自己的初吻会交给心爱的男人，没想到竟然给了一个只见过2次的农村小泥腿子，我真是疯了。等唐不语建好种植基地，我到底要不要去参观？我该怎么面对他？从明月饭店出来后，唐不语竟意外碰到沈秋萍进入了一家小诊所。这家诊所治不孕不育挺有名的，可二胖家伙事儿都切了，神仙来了也治不了二胖。秋萍弟妹来这儿干什么？太美了，坐吧。你要看什么病？吴医生，我想做试管婴儿。哦，把手伸出来，我给你把脉。吴医生，我的身体没问题，不用给我把脉，是我老公。我今天来是想问问试管。你这婆娘，我是医生还能害你不成？做试管婴儿要求2口子都身体健康，我不给你把脉，怎么知道你能不能做？别耽误我的时间，赶紧把手伸出来。沈秋萍被唬得一愣一愣的，急忙把手放在桌子上。那你的身体底子不太好，做试管婴儿恐怕会失败啊。吴医生，我真的很想要孩子，这可怎么办？想要孩子好办，你跟我进诊室，我给你打个营养针就好了。沈秋萍迟疑了一下，吴德才的眼神让他很不舒服，但是想到吴德才的名气，还是跟着他进了诊室。只要能要孩子，别说打1针，就算天天打针都行。把裤子脱了，趴在床上。哎，脱裤子？
我给你打的是屁股针，医生眼里不分男女，来我这儿治病的女人多了，没一个像你这么矫情。你要是不愿意，现在就走。见吴德才有些生气，沈秋平来不及多想，吴医生，我这就脱。吴德才手上拿着针管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沈秋平。靠半道子医术开了个小诊所，也挣了点小钱，直到去年帮一个小媳妇儿打针，让那小媳妇儿怀了孩子后，名医的名声才传了出去，借这个名号占了不少女人便宜。只是来看病的大都是乡下女人，又黑又瘦，身上没有2两肉，还不如按摩店的技师。沈秋平跟以前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，身材性感，五官柔美，简直是男人梦想中的美女村花。等这个大美女脱了裤子，一定要好好给她打一针。农村女人最看重贞洁，只要得手了，绝对不敢说出去。今天可要好好过把瘾。不语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幸好我在这儿，否则你就要被这个庸医占便宜了。哪里来的臭小子，竟敢污蔑我！我堂堂名医，看得上这村姑吗？沈秋平秀眉一皱，虽然吴德才说的话不好听，但人家可是名医，怎么会占一个农村妇女的便宜？我也不愿意让男医生看到自己私密的地方，但是为了要孩子，可以忍。不语哥，你误会了，吴医生要给我打营养针。这是我花大价钱弄的营养针，要不是看他身体不好，我还不给他打。小子，我现在要给他打针了，你赶紧滚出去，别耽误我给他治病。弟妹，这是葡萄糖，根本不是营养针，不信你自己看。沈秋平一看，果然是葡萄糖。你这个丧尽天良的庸医，竟然想占我便宜！哼，是你自己蠢，要不是这小子突然出现，我已经给你打上针了。我的针比试管婴儿好用多了，你明年就能生个大胖小子。你们也别想着把这事儿宣扬出去，我可是名医，不可能有人信你们。这番话把唐不语和沈秋平恶心的不行，沈秋平恨不得扑上去把吴德才的脸挠花，但是被唐不语拦住了。秋平弟妹，为了这庸医生气不值得，这家伙马上就会遭报应，咱们走。哼，2个农村来的土包子能把我怎么样？要是真有报应，我早就……弟妹，别看了，吴德才那种人不会有好下场，别脏了你的眼睛。一定是唐不语做了什么教训了吴德才。不语哥，今天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二胖是我兄弟，你是我弟妹，我哪能眼睁睁看你被人欺负？沈秋平心里一酸。唐不语把王二胖当兄弟，王二胖却想让唐不语睡他老婆。不语哥，今天的事儿你别跟二胖说。秋平弟妹，你怎么忽然想做试管婴儿了？唉，二胖还是想让我跟你要孩子。我听说试管婴儿可以不用上炕睡觉就能要孩子，所以才想过来问问。没想到吴德才竟然是个骗子。前2天找二胖问表哥新婚夜的真相，可二胖非要找自己接种，要不是二胖非要找我接种，秋平弟妹也不会被逼得都来做试管。真想揍二胖一顿。秋平，二胖跟我说过，他的家伙事儿整个切掉了，他的身体现在没有种子，做不了试管婴儿。唐不语念过书，他说的肯定是真的。那今天来镇上咨询试管婴儿，还差点被人占了便宜，竟然是吴用功。积压已久的眼泪像洪水一般涌了出来，站在大街上，捂着脸痛哭不已。弟妹，你别哭了，事儿都过去了。什么人啊？老婆哭了都不好好哄哄。这不是我老婆，是弟妹，该怎么哄？她太累了，只想找个肩膀靠一靠。秋平弟妹这么好的女人，二胖怎么能这么逼她？弟妹你别哭，改天我再好好劝劝二胖，让他以后别委屈你。把表嫂的债还上，就去一趟二胖家问出表哥新婚夜的真相，劝二胖别逼秋平弟妹要孩子。不语哥，让你见笑了。没关系，弟妹，快到中午了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